大家好，我是苹果爹。那我们现在就来讲这个 M2 的 MacBook Air。那苹果现在终于推出了第一个就是 M2 的这个处理器，那第二个就是一个全新设计的 MacBook Air。那这两者加在一起，就很多观众问我说，今年的 M2 的 MacBook Air 是不是就非常值得购买？那如果他要买的话，里面的配备应该怎么选？那它有不同的等级，还有应该加什么东西在里面？那以它的价格区间，我今天就给出大家一个我自己觉得适合你们的建议，可不一定适合每个人，就是我自己的看法。OK， 你们如果喜欢这类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小铃铛、按赞跟分享。那我们就开始吧。OK， 那首先我们就打开这一页，就有一个 M2 的 MacBook Air， 我们来看一下它里面的配备。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觉得其实就不用去考虑 M1 的版本，因为我觉得它的价差其实还算少。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买新不买旧。那 M2 的这个 MacBook Air 的版本重新设计之外呢，它有更多颜色可以选择，然后呢，萤幕更大，然后萤幕的水准也更好。那同时间又加上这个更强效的处理器，然后里面还多了这个 Media Engine， 它是影像编码解码器在里面。那光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值得大家购买。OK， 好，那我们就先来看这两个不一样的版本。OK， 那虽然说我推荐购买的是 M2 的版本，但也不是说 M1 就不能去买。你如果能找到一个很好的 deal 啊，或是有一些可能清仓啊，或是二手，你能买到可以信任的情况下，你当然还是可以以一个很优惠的价格去买 M1。那或是你就是知道你的使用情况下，其实 M1 的不管是旧型的设计，或是它的萤幕比较小，或者它可能里面没有这个 Media Engine 在里面，对你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的话，那当然也是可以去购买。好，那在 M2 里面呢，可以看到，你一打开你就看到这两个不一样的版本。那它是一个8核心的 CPU 配上8核心的 GPU， 那这个是最入门的版本。然后还有8GB 的统一记忆体256的 SSD。那另外一个进阶版本呢，它的唯一的差别就是在于它10核心的 GPU， 还有它512的 SSD。那其实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它的8核心的 GPU 跟10核心的 GPU。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可以说，你其实如果你本来就是在看 MacBook Air 的这个版本的使用者呢，那这两个核心 GPU 的差距对你的使用的情况来讲并不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个人建议就是先不用去管这个10核心的版本，就直接看8核心的这个版本就好。因为如果 MacBook Air 是足够你使用的情况下，那甚至你可能会有一些轻度影像处理甚至中度影像处理的人那其实这个配备都是非常够你使用。那我讲影像处理，就比如说你可能像我一样，可能常需要剪片啊、轻度剪片啊，甚至是 4K 影片剪片的话，那这个 GPU 的差距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因为他们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它里面的这个影像处理的编码器里面。那这个部分是这两台都有，而且以目前看起来，这个影像编码器的东西在这两台之间是没有一个规格或是效能上面的差距。我个人建议啦，就是先把它这个价差省下来，你就选一个最入门的版本先选进去。那这种时候你就可以先不要去管那个多两个 GPU 会出来的价钱，它强迫你加上去的东西，你就可以完全把钱花在你觉得你需要花的地方上。那当然你可以看到这边升级这个GPU 的价格是3000块，我个人觉得其实不太需要去看这个部分。好，那再来下一个就是统一记忆体的地方。那我建议至少就是加到16GB。那虽然说苹果的统一记忆体算是非常的省效，他们因为是做在处理器里面，但我还是觉得说你16GB 的这个选择6000块是值得的。不管你是一般使用，你可能同时要开很多文书处理档啊，或者说看一些多媒体的情况下，那你买一台电脑不太可能就只是用个1-2年。如果你要用非常多年的话，那我觉得先加上去，至少到16GB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储存装置的情况下，虽然其实现在都可以外接那可是苹果内建的 SSD 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所以如果说储存这一点你可能觉得说你要再接个外接硬碟其实不太方便的话，那虽然苹果的这个储存装置它的容量来讲，以这个比例来讲它的价格算是非常高，可是有时候你直接放在电脑里面其实是很方便。像我现在本身自己出来外出在国外，那我带一个电脑，有时候我很多剪片的东西就直接放在里面的情况下，那对我而言我就不用再插一个外接硬碟，我就这一台带出来我就可以直接做一些剪片。那可能外接硬碟要我在备份档案的时候我再把它放上去接上去就好。那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它其实是有它的方便性在。可是同时间呢也要看你的使用情况下，如果你不是一个常带电脑外出需要在外面工作的人，那或许选择外接的硬碟对你而言会是一个更划算的选择。那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512会比较够用啦，可是这个就是看每一个人自己的需求。那在下个地方，这个电源供应器的地方，你是不是要做30瓦、35瓦或
或者是67瓦这个部分，这两者怎么去选都没有什么差啦。那你也可以选这个双 USB-C 的这个充电器，那甚至就是把这个钱省下来。其实现在外面有非常多这种可能氮化镓，可能3孔啊、4孔啊，有非常多的选择。那或者是甚至是像我先前有介绍过那个行动电源氮化镓，然后同时它里面又自带充电线，那另外有2个充电孔，所以它可以充4个装置。我觉得这个钱可能放在那一些不一样厂牌推出来的这些氮化镓充电器，会是比较划算的选择，因为它的实用性比较广。那苹果这一些，它要么就是1个装置，要么就最多2个装置。而且它的充电的瓦数也不算非常高，所以我觉得并不算是非常划算。那你这样看嘛，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用最入门的版本，然后加上它这个16GB 的记忆体，那储存装置如果你觉得可以用外接的话，那你也不用去动它，那你这样的起价就只要43900。那相对这边如果硬要去选到这个10核心的 GPU， 然后配上512GB 的记忆体的话，那它的价格就是会再高了几千块。这个几千块会不会你可以拿来可能买外接硬碟啊，或者是可能买一些滑鼠或者什么其他的配备，那可能这个钱都够你使用。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回来这个另外一个版本这个10核心的 GPU， 然后512的 SSD， 那这个部分你就可以把这个记忆体储存装置这个部分省下来，然后而且我们刚加钱的部分是加在统一记忆体的地方，那统一记忆体的地方是没有办法事后用外接的地方去加，所以我觉得钱花在那个上面是比较值得。那我觉得最不值得买或者最不应该买的方式就是说，你本来就觉得说MacBook Air 这个规格就够你使用了，然后你因为看到它这个10核心的 GPU， 你就觉得说这样好像比较划算，因为它的 SSD 又比较多，那这个相对来讲已经贵了9000块，然后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你又听到大家说8GB 可能不太够用，你要加到16，然后你这样再看一下，这一台就变成52900。那我们就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去掉入苹果的价格陷阱，因为如果52900的话，很多人可能就会跟你讲，或是可能我也会跟你讲说，这样好像差一点钱，你是不是反而去看到 M1 Pro 的 MacBook Pro 会比较划算？这样好像才补没有几千块，你就买到一个更高等级的处理器，然后又是 M1 Pro， 对不对？所以他就这样一步一步把你价格带上去。那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讲，就算是中度轻度的使用者，你要用影像剪辑的话，我相信最入门款的那一款 MacBook Air 都非常非常够你使用。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是一个重度使用者啦，这个专业影像使用者，你真的有影像剪辑这种重度影像剪辑需求的人，那你才需要去看到 M1 Pro 啊或是 M1 Max 的版本。那不然的话，如果你本来就是锁定MacBook Air 的人，我建议你就是直接就是从这个版本开始买起来就好。OK， 那最后再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 M2 的 MacBook Air 的想法。那我个人觉得苹果在这个时期推出这个 M2 版本的 MacBook Air， 那严格来讲啦，我觉得 M2 并不算是另外一个新世代的晶片，它比较算是一个加强版的 M1 晶片。那这个跟可能很多人本来在期待它真的会是一个新世代，可能不管是4奈米或者它的制程会有很大的差距的这个点就有点不一样，但并不代表它就不值得买。我反而觉得其实还是非常值得买，因为它第一次重新设计了 MacBook Air， 然后配上这个 M2 的处理器，所以整体来讲我觉得它也是算是一个非常有诚意的更新。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因为它不是真的一个新世代的晶片而不去购买它，因为这样跟你实际使用上面的这个需求可能就没有实质的意义。它是不是一个新世代的晶片，对你真的本来要使用的需求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大家可以去好好去思考这一点。那我觉得电脑这种东西就是你真的有需求的情况下，就是早买早享受，就不要再想太多说是不是要再等到下一个世代真的一个新制程的处理器才要再买，然后就一直等下去。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是我非常建议蛮多人去购买的这一台，那甚至是如果你是第一次要入手 Mac 的人，我觉得这一台也是非常适合你。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我就尽量回答你们了。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就记得订阅频道，按下小铃铛，按赞跟分享。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